喂，对不起，打错。是找海藻吗？啊，你是？我是他朋友。啊，那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宾馆洗澡呢。你稍等，我把电话递给他。喂。喂。你在哪儿啊？电话响这么长时间你都不接。我在家呀。想到老人家人缘很好吗？你给我介绍的那个人啊，真的好热情啊！他给我找了好几家医院，他说多找几家，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打败他们。我说要谢谢他，他还说不用谢。那你光谢他不谢我呀？我当然要谢人家了，我干嘛要谢你啊？我人都是你的了。哎呀，你现在觉得是理所应当了，这样可不好，还是应该礼尚往来啊。这个你拿上，万一要碰上什么突然用钱的时候，就不用担心了。我都说了我不需要了，你怎么还这样啊？我要是因为你的钱，我就直接去找大款了。请你不要拒绝我。如果你是希望在我这儿放个安心，那我收下。可是我还是要明确的告诉你，我真的不需要。我知道。去吧。回来了。我等你都没吃饭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公司王丹带的那盐水鸭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不饿，我不吃了。我陪你吧。今天是你老板送你回来的？不是，一个客户，我们晚上谈业务谈太晚了，他住这附近就顺便送我回来了，主要是怕我不安全。都听说最近街上有狼头党啊，对准那种夜行的女人就敲呢。对，我也听说了。以后啊，你要是晚上下班晚了，坐公车回来，你先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去车站接你啊。我先刷牙了，我有点累了。好，哎，你真不吃点啊？真不吃了。好吧。喂，海藻，你出发了吗？现在几点了？什么几点啊？你是不是还没起床啊？干嘛要起床啊？今天爸妈到，咱们要去火车站接站的呀。火车不都准点到站的吗？我不是怕路上堵车吗？所以早一点出发呀。姐，星期天不堵车的啊，我一会儿打车去啊，拜拜。几站台几车厢啊？3站台。这样吧，我在出站口等你，你快点啊。拜拜。起来，起床！我起那么早干嘛？你做饭去，我
起来，起来，做饭去，快！妈妈来了！想妈妈吗？想。哦呀，想。亲亲妈妈好吗？怎么能说不想呢？哎呦，哟，怎么不想？每天晚上都要拿小话筒跟妈妈说话，跟妈妈买糖。好了好了，回家说了啊。走，出站，再说。哎呀，好吧。嘿。喂，啊，哎，知道了啊。你姐刚跟我说过了。哎，对，好，拜拜。姐夫，这世道真是变了啊！女人出去闯，咱们两个连襟下厨啊，有意思啊！哎，小贝，你是不是打算今年结婚啊？本来打算5·1的啊，这不手头有点紧吗？不过现在呢，我们争取11，最迟不超过元旦。好，那你们是打算租房啊，还是买房啊？买，我们俩先买套小的，等经济宽裕点，我们再换套大的。呵，真棒！哎，姐夫，我听海嫂说你们一步登天了，换一大2居。嗨，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啊都是你老婆跟我老婆的主意。我在家呀，基本上做不了主。这什么事儿啊，不能2个女的凑到一块儿，她们准商量怎么拜钱的事儿。对。哎，不过我们家海嫂还行，她呢也不讲究吃，也不讲究穿，我挺知足的。哎，这么多茄子够不够？够了。姐夫，最近海萍姐是不是特别忙啊？忙，又上班又上课的。不过这2天好点了，她把工作辞了。那她回来是不是特别晚啊？晚，课嘛都是晚上上的。姐夫，那你见过她那些学生没有？那倒没有，都是老外，没法交流。哦，那你没事儿劝劝海萍姐吧，让她平时别太辛苦。哎，知道了。我说小贝，你跟海嫂最近关系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啊，她是不是也挺忙的呀？忙，上班不都那样？那你没问问她都忙什么呀？没问。不过我们家海嫂呢，是属于勤奋型的，所以她工资涨特别快。这就叫付出才有收获。那你也劝劝海嫂，让她也不要太忙了，别太辛苦了。毕竟家庭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下边要讨论的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如何保持咱们家收支平衡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每海嫂，我今天在你们没回来之前，我跟姐夫聊会儿天儿，是关于你姐最近的动向问题。他说什么呀？啊？没说什么，我就是发现，姐夫是一个太老实的人了。
我都把话挑那么明了，你说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你说他一天到晚怎么……喂，你有毛病啊！我家的事要你管什么管呢？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你们家的事儿啊？那是咱家的事儿。我只觉得然然太小，姐夫又那么老实，我不想看到这个家庭支离破碎，更不想看到你姐在这条弯路上越走越远。我是小贝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把你那些妄加的猜测都加到我姐头上。你现在怎么跟个女人一样那么八卦呀？啊？外婆走了，真的。你跟妈妈睡，妈妈喜欢你，你怎么了？耍赖了又。哎呀，你又出来干嘛？我都跟她说你走了。他怎么吵怎么睡呀？你怎么咱们不说好了，到时候要跟妈妈睡？来，跟爸爸妈妈睡啊！哎呀，让你跟妈妈睡。那外婆陪你睡最后一晚上，就这样吧。你去，你先去。妈妈喜欢你的。是啊，妈妈多喜欢你呀！去吧，你看，妈妈生气了，生气了吧？来，我们睡，听话，来。上一次啊，你带回来口罩可管用了。哎呦，一天下来那个新口罩叫中3两，你想有多少灰呀？哎，你还能不能找人再弄点回来？啊，你开玩笑啊？哎，这个连 SARS 都挡得住，这点灰尘那算什么呀？哎，妈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口罩啊，在 SARS 期间，一个要卖100多块钱呢。哦。干嘛？写几个字。写什么字呀？毛笔字。哎呦妈，你饶了我吧！哎，就我这点水平，那铅笔字带橡皮擦的，我都能把这个纸给擦破了。哎，你呀，还是找徐丽吧。啊。哎呦，徐丽还不如你呢，她小学都没毕业。哎，我明天找孙子回来，哎，我布置他一项任务。哎，这也是为他的婚房谋福利嘛！哎，你在弄醒他。睡着了。那你让我把他抱走吧，他都睡着了。今天就算了吧，你抱来抱去的不是折腾孩子吗？他今天累了，刚睡着，你再把他弄醒了哭。再说抱来抱去，你再把他冻病了。别着急，过2天跟你熟了就跟你了，啊。哟，好了。快去。妈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你用报纸写不牢的，你挂出去，风一吹雨一淋的，就要糊掉烂掉的。哎，我跟你讲呀，就拿我们家的旧床单写，那蛮好的呀。哎呦，好点子！哎呀，没想到你这个浆糊脑袋想出这么好的点子。对，妈。哎呀，你们2个女人，我要跪下来朝你们拜了！干嘛？我求你们不要瞎胡闹了，好不好？这搞大了要出人命的！啊，什么这个那个，房子当然是重要，对不对？命总比房子要重要吧？你们这么一贴，以后还有谁雇我雇你去上班啊？哎呀，什么哎呀？我现在已经没有活干了，我现在出去找活呀，都是凭我自己的力气去挣的。我还怕谁打击报复呀？真是的，这个地方简直是不是人过的。我是想有地方走，我早走了，出口恶气。
来来来，我看不见。哎，老李呀，来，哎呀，拉不出来，行了行了，这鬼火真是，我现在不找了，明天早晨天亮的时候我再找。哎呀，这提水都累死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在这个箱子顶上，哎，找不到最好。你这个猪脑，你怎么想得出来的？我真是。哎呦！哎呦！妈！嘿嘿，哎呀，为个小屁孩儿，把老子出晋阳相啊！早知道让我装了，都是因为你，带着个虎头，还有个虎尾巴，弄得然然一个晚上跟在你屁股后面转来转去。明天我来带着。那不妥吧？明天突然多了一个女跳跳虎，然然会害怕的。再说你演跳跳虎，它不像哎。我贴上胡子就像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呀，小贝还问起你的工作。问我工作干嘛呀？他怕你啊晚上上班不安全，让我劝你早点回家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这个小贝人挺好的，是个热心肠。他自己都火烧眉毛了，他居然还有心思管咱们家的事儿。哎，我今天啊旁敲侧击的跟他说了说，嘿，这个傻蛋居然一点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。我特着急，我一边切着茄子一边问他，我说你要关心关心海藻，你要看海藻上班干什么，下班干什么。嘿，这小子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说我当时着急不着急？苏纯，你要气死我是不是？我怎么跟你说的呀？我的话你是不是全忘了啊？我跟你说什么了？谁让你管这些事儿的？谁让你聊这些的呀？那海藻的事情我当姐姐的都没问呢，让你多什么罪？我没说什么呀。你还没说什么？你说的够多的了。我就是试探试探他，看他知道不知道。我不要你试探，你干嘛呀？他要是知道了，我也好给你们提个醒啊。少来！我这不是为海藻着想吗？我也希望海藻他幸福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，听见没有？老老实实装你的跳跳虎去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可以开饭了，爸，哎，哎，等等，把孩子们都叫过来一起吃啊！玲玲，玲玲，起来吃饭了，赶紧！啊，那个走。快点开火！哎，洗手洗手啊！来，自然你洗。谢谢妈，我试试。出去忙多可惜啊！春节的时候他们来热闹一下，平时怎么都不过来住呢？这是你姐给他外甥的礼物，他可是你们家最后的革命火种啊！玲玲，来，快来坐，吃饭了。手洗干净了吗？好。吃吧。过年爸说几句。今儿大家都到齐了啊！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！妈妈身体健康啊！喂，小贝，新年快乐！想你了，想你了啊！哎，替我给叔叔阿姨拜个年，祝叔叔阿姨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笑口常开，万事如意。多吃点啊，妈啊！哎，过年了啊！真香哦！你看看，还有鱼呢。嗯，年年有余，年年有余啊！希望我们明年啊，就搬到大房子里去过年。哎呦，辛苦一时，造福一世。慢来，快来，加一点。转啊转，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。哎，你真的要去啊？当然啦，姐，你记得跟爸妈说，一定说我出差去了啊。
跟他们我是怎么说都行，可他们不知道情况，万一跟小贝说漏嘴，你怎么圆啊？那我就尽量不带小贝回来呗，就是带他回来也是快快就走，不给他们说漏嘴的机会。那小贝要是打电话呢？打电话你就说这太挤了，我回去住了。反正我住的那儿也没有固定电话呀，小贝肯定得打我手机啦。姐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他来接你啊？对啊。我一会儿送你下去。我想见见他。干嘛了？你不放心我？我是不放心，我总得知道我妹妹跟什么样的人跑了吧？啊，万一你有什么事儿，我找谁去啊？姐，你搞得我去送死一样的。你说什么呢？大过年的，呸！呸！小木头好好配，呸！这个是我姐。哎，这个是宋先生，宋思明。你好。上车吧。海藻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你是不是去哪儿都能认识路啊？不是啊，我出门之前查了地图。难怪的。哼，那可是你从来就没有走错过路吗？经常错啊，刚才就扫下了一个路口，我绕了一圈又转回来了，只不过没告诉你罢了。反正你也不认识路。讨厌你，真是的。对了。你今天为什么带我去江童啊？我可以问吗？我们同学会啊。同学会你也敢带我？你不怕别人都知道啊？我为什么要怕？那肯定会传到你老婆耳朵里啊。那你是希望她知道呢，还是希望她不知道？我怕什么呀？关键是你。那我又怕什么呀？你个小东西，想的还挺多。海藻觉得，宋思明说话，只要他不想让你懂的，你肯定就不懂。曲主任来的，他正和我聊天。这曲放还挺积极。好，这边请。好。哎，曲主任住哪个房间啊？3108，3楼最顶头一间。你给我到对面的房间。好，没问题。312啊。这是你的房间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哎，我来帮你的，我来帮你的。老同学了。哎，您喝什么？哎，他不喝啤酒，喝点饮料就行了。啊，这个行吗？可以。好，来。哎，我自己来吧。
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啊！谢谢啊。行了，老胖子，别张罗了，赶紧坐下吧啊！好。哎，你觉不觉得他长得像一个人？像谁呢？白亦纯。对，想起来了吧？年轻的时候的小白兔，小白兔简直一个模子没刻出来了，对不对，老宋啊？不是像就像呗，你指我干什么呀？哎，好像我跟白亦纯有什么事？哦，你们俩没关系啊？啊？你跟白亦纯那点事儿，咱们谁还不知道？小白兔和大灰狼有关系，哎，打你的球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哎，小白兔，谁是白亦纯？嗯，大学同学啊。那他们为什么那样说我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他这次来不来啊？他怕是来不了了。这大学毕业没2年，他就得病去世了。那你和他真的没什么？当然是没什么了。我才不信。那信不信你能怎么样？一个已故的人，倒是你这个样子，像足了一个拷问丈夫的杜甫。讨厌！我不理你了，去洗澡了。你多放点水啊，我要跟你一起洗。呸！流氓！喂，对不起，打错了。是找海总吗？啊，你是？我是他朋友。啊，那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宾馆洗澡呢。你稍等，我把电话递给他。喂。啊喂。你在哪儿啊？电话响这么长时间你都不接。我在家呀。我刚给你姐打过电话，她说你回去了。啊，我在我们家呀。你在做什么呀？没事儿，我就突然特想你，给你打个电话。你是一个人吗？当然了，这大过年的不都回去了吗？还能有谁啊？你一个人睡觉小心一点，把门都关好，自己当心。咱们住的比较偏，啊。知道了。我怎么听你说话的样子好像不大高兴啊？是不是太想我了？哎，还早，我想你。你乖乖的啊，我们过几天不就见面了吗？爱你啊！我也爱你。挂了。
你怎么接我电话呢？我叫你了，你没答应。电话一直在响，我怕他担心。你没说话吧？你是傻了还是糊涂了？这种问题也问？我不是怕你把我戳穿了吗？海斗，你就打算一直在我们之间徘徊着？海藻觉得气氛有点冷，他也不说话了。他没什么好办法对付宋思明，他只能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说一些锦上添花的话，却不敢在他生气的时候与他调笑。他生气虽然不暴跳如雷，可让你感觉寒冷，有一种不可触摸的距离感。我都没有要求你和你老婆离婚，你干嘛就不能容忍我吗？这不一样，没有哪个男人会允许自己的女人有另外一个男人存在。那依你的意思，女人天生就应该度量大喽？好，那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慢慢解决吧。毕竟我和他感情还很好，本来打算是要结婚的呀。可是海藻，你是我的，你的第一次是属于我的。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我什么时候第一次跟你了呀？我很珍惜你。我知道是我太鲁莽，把你的第一次拿了去，但你要相信我，我把你看作心头的珍珠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饮料。来，自己啊，饮料。大姐，你喝这个吗？大姐，我可不敢当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社会还没这么开放啊。怕是没赶上大好时机吧？要不然没准比谁都急。哎，列位美女，我们今天欢聚一堂，大家共度良宵。谁和你共度啊？还美女，美大妈还差不多。我们啊，可都是昨日黄花了。哎，孙俪啊，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。没错，她们是美女，但你们更是美女，而且是资深美女。她们现在有的日子啊，你们都有过，但你们的风韵啊，他们还有日子等了啊！你们说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是，没错。来，吃菜。哎，吃菜。来，老婆，来吃啊！好。我怎么觉得他特像我们一个同学啊？不过不是我们班的，是老瞿他们班的。您说的是白亦纯吧？啊，宋思明连这都告诉你了。不是，是那天听他们聊天的时候说起的。那白亦纯到底是谁啊？是我们系里一个教授的女儿，她人挺好的。你的有些神态真的跟她很像呢。是吗？我还听说她好像去世了。白血病，走得很快。哎呀，害得我们系里一批的男生啊，扼腕叹息呢。一群癞蛤蟆张着嘴等吃天鹅肉，没成想肉飞了。孙俪，你看你张嘴，来罚酒。我认罚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举杯，来。来，老板，
齐白纸集合啊！一会儿过来。说我们以后多联系。好。打电话啊。多少办？哎呦，这是都打上了啊！老板，你小子忒不地道了吧？带媳妇来，诚心给我们添堵是吧？切，人家那是主角，他不来，幸小培能来吗？啊？哎，黄一平啊，你那个梦中情人怎么样啊？物是人非啊！真没想到，岁月能把一个当年的大美女折磨成今天这副模样。那是啊，滴水都能穿石，你还指望20年以后一水灵灵大姑娘还如当年一样站在你面前？你也不看看自个儿现在这副样子。吃吧。人能来啊，就是一种姿态了。知道自个儿不如当年了，搁当年，你还非得拿个梯子才能偷窥人一眼吧？哎，老板，回去告诉你老婆，别出去嚷嚷啊，破坏和谐社会。萝卜，你这个死萝卜，太不地道了，就该罚你9。一看你明显就不是我们一个战壕的。弟兄们，要不把他踢出去啊？踢出去！来！胖子，有什么消息给我？我想，我是帮你找到突破口了。哦，你说。一个女的，这种逢场作戏的关系有什么价值？她不是逢场作戏，她好像是真的陷进去了。你也知道，恋爱中的男人有时候显得很笨，特别容易犯错误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有点意思。那个女的是谁？请接站的乘客注意了 ，K302次火车已到达南丰站。小芬，想我了没？由北到内地市
一会儿老规矩啊。好。绕楼行间跑啊。算了吧，我累了，想休息了。睡了啊，世明。我觉得你这次回来好像不太开心嘛，为什么呀？也没有，就是我回家的时候，我爸妈问我，问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。那你是怎么说的呀？我说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啊？你不是说等攒够了房钱以后咱俩就结婚的吗？再等等吧。等什么？等攒够了房钱啊？我说了，我不在意的嘛。再等等吧。啊？你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。也许吧。睡了，太累了。大半夜的，又为什么不高兴？怎么了你？出什么事儿？出什么事儿？你说嘛。在单位不顺心了？今天，孙俪给我来电话了。他说什么？你别给我装糊涂。跟你去的是谁？我根本就没必要跟你装糊涂。我算准了孙俪会去，算准了他会给你电话，也算准了你会知道。只是他的嘴比我想象的还要慢。我以为你前2天就会问我。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，别跟我来这套。什么问题？他是谁？你知道他是谁干嘛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难道你要去骂他一顿、打他一顿吗？你应该问我为什么明知道你会知道，我还要带他去？难道你不想知道？我只是不想欺骗你。她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她是个女人。
但是你和他到底有没有实质关系？我跟他只是在逢场作戏，在我心里，没有人能取代你的位置，何苦为一个不相干的人生气呢？可我不信你的话，我早就该想到你外边有人了。这么多日子，你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真太傻了。别瞎想了。海藻心底像长了草一样的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怎么来了？原来是你，我们见过。我在外边等你，你出来一下。他知道不知道啊？思明知道不知道啊？我要不要出去？他会不会带人来毁我的容啊？他会不会叫人当街扒光我的衣服啊？我要不要给宋打个电话？海藻六神无主。喂，姐，你能不能来一趟我办公室啊？我这出了点事儿，我有点怕。出什么事儿啊？宋的老婆来了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到，打车去。哎。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，我还得上班呢。你这个班，我看也是可上可不上吧。你是不是害怕了？别紧张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聊聊。我们上对面那家咖啡馆坐坐。我要个柠檬茶，你要什么？我不用了。给他个咖啡。什么咖啡？随便。海平什么时候来呀？万一他在这骂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我可千万不能哭，我这一哭气势上就短了。还有。真不该跟他到单位附近的地方，万一他闹事儿，我以后不要混来。郭海藻，
郭小姐，哎呦，坏了，他搞不好在确认会不会泼硫酸泼错人吧？哎呦，不该点头的，万一他一抬手，我就赶紧把桌布掀起来，好歹挡一挡。哦，对，我要紧盯他的胳膊有没有什么动作。太可惜了。啊？什么可惜了？说我这张脸蛋儿马上就要可惜了？哎呦，奶奶的！以后出门我要准备个铁面罩。郭小姐，你这么风华正茂，和他在一起，真的太可惜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要清楚。他这人，这一辈子，不说一句废话，不做一件错事。所有的人或事，都是他棋盘上的棋子。像我这样的，做他的棋子也就罢了。可是你还这么年轻，太可惜了。哦，原来是假意劝退的。切，当我是白痴啊？你以为说两句他的坏话，我就信你了？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，我想您误会了。你不必遮掩了，他什么都告诉我了，包括你们都做了些什么，说了些什么。他要你给他做个门面，我也认可了。不过有一点你要明白，他跟你不会有什么结果的，他跟你不过是逢场作戏，他不会娶你，也不会给你任何承诺。他需要你给他做门面的时候，你就得在那儿杵着；他不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要适当的告退。若是以后再有其他门面什么的，你也别抱怨，别生事。该说的我都说明白了，你好好想清楚。作为虚长你几岁的女人，我好心劝你一句，你还是不要把青春拿去赌明天了。他什么都不可能给你，到头来吃亏的是你自己。谢谢您的好意。我从来没有把未来压到什么人身上。我有我的爱人，我要结婚了。还有，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在逢场作戏？您的丈夫是不是爱您，您心里应该很清楚。请您不要因为得不到就把气都撒到我身上。该得到的我都得到了。爱我的丈夫，可人的女儿，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。女人活到我这把年纪，这么舒畅的不多，我没任何怒气。倒是我非常非常可怜你，希望你活到我这把年纪的时候，也拥有和我一样多的东西，而不是像个老鼠一样过节的时候得小心翼翼。希望你以后的丈夫，在知道你这段不堪的历史之后，依旧把你当宝贝。你好自为之。海藻，你在哪儿呢？办公室里没有你啊！
啊，我在你们楼下那个对面。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那女的呢？啊，在里边还是走了？哎，你别哭，你跟我说到底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打你没有？是不是打你了？哎呦，你说话，你别急我哈，说话。给我。我局决定开展江州市第12届优秀勘测设计和优秀规划设计评选活动，具体事宜我现在给大家宣布一下。喂，孩子，什么事儿？你好，我不是海藻，我是郭海平。海藻现在跟我在一块儿，他情绪特别不稳定，因为你爱人找过他了。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没有见面的必要？你说呢？我知道，你先劝劝他。另外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空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改天吧，我正在开会。好，那你给我打电话。好了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陪婷婷补习去了，过会儿才到家。你等我回去做饭。没，是个老头，戴一副眼镜的，老对我们笑。他叫的就是个 Frank。你太搞笑了。爸好。好。先吃饭，婷婷，一会儿再动我们的手机。吃饭，婷婷。一会儿把牛奶喝了。你今天去找他了？是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去看看他，看他是怎样的三头六臂。说实话，非常普通，不符合情人的审美标准。至少没胸没腿没媚劲儿，就是个皮肤还白点儿。你去找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没什么目的，好奇。说实话，原先我还挺可怜的，
觉得这样一个小姑娘把青春给搭进去很可惜。不过现在，我发现自己真是老了，老到根本看不懂现在的女孩子。实际上，人家根本不以为然。我劝你，小心玩火，别到最后烧了自己。她都跟我说了，自己有男朋友，今年要结婚，对你不过是逢场作戏。你心里有个数就行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都是逢场作戏。胖子说对了，这还真不像是一个逢场作戏的状态。查这2个女人，查她们周围所有的人，突破口啊，说不定就在这儿。第2天一整天，宋思明都坐立不安。几次想给海藻去电话，可因为工作忙，跟着上头来回跑而没有时机。晚上我要见你，你在公司等我，我接你。看哪憋了，今天要10个点。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对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明白了。明白，现在明白了，谢谢。下课了。下课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给你东西。啊？这是一个惊喜。哦。海平。这是一个惊喜，我要送给你。给我的。是的，是小东西。谢谢。是帽子，很漂亮。对，你不穿帽子，现在是冬天，很冷。我想你是头痛的，所以我这是一个谢谢你。马克，我们不说穿帽子，我们说戴帽子。我们也不说你是头疼的，no， 我们说你会头疼的，明白了？等一下。可是2个星期，你告诉我where是穿，为什么是穿衣服，为什么是戴？我们就是这么说的，穿衣服戴帽子。你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解释不清楚。哦，这样子的。所以如果是眼镜，是戴眼镜，是穿眼镜，皮鞋，手表。这样吧。我给你写下来，然后你得背了这个。OK。眼镜，戴眼镜，皮鞋，穿皮鞋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海藻，那我也先走了啊。哎，再见啊。